沈归瑜，本侯在西南9一生大胜归来，你身为当家主母不来府门相迎，你眼里可还有本侯？侯爷这怀里的是什么金贵物件，竟值得侯爷踹碎了这100年侯府的门槛？姐姐莫怪，是婴儿身子骨弱，受不了风雪。婴儿不求名分，只求能留在侯爷身边做个洗脚姑。姐姐千万别为了婴儿和侯爷生分了。茵茵在西南舍命救我，她是清白人家出身，天性纯良。本侯已奏请陛下，赐她平妻之位，日后在这侯府，她与你平起平坐。侯爷，夫人这3年替您打点京中关系，您怎么能带个女人回来踩在夫人头上？放肆！主子说话哪有你这贱婢插嘴的份儿？沈归言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，满身是料刻薄，你这般善妒善算计，哪还有半点世家主母的容人之量？你既然身子不好，便把侯府的对牌和库房钥匙交出来。茵茵心思纯净，这管家之权交给她。侯爷，依安只会吟诗作画，哪里懂这些俗物？若是管不好，岂不是让姐姐看笑话？侯爷说的极是。半夏，把那个装对牌的紫檀木匣子抱过来。你，当真愿意交出来？侯爷体恤妾身病弱，妾身怎敢不知好歹？好疼！沈归妮，你故意的！这侯府几百口人的生计，分量自然是极重的。柳妹妹，你可得接吻了。妾身回去吃药了，这死气沉沉的侯府，日后便仰仗柳平妻了。夫人，您怎么真把钥匙交出去了？那可是您熬了3年才稳住的局面啊！稳住的局面，半夏，你错了，那是个深不见底的烂泥潭。这3年侯府的一切开销，用的全是我的嫁妆私银，侯府早就入不敷出了。明日就是初1，是给全府下人发月例的日子，也是给各处粮油铺子结账的日子。咱们且看看，明日这位不染同邹、天性纯良的活菩萨，打算拿什么去堵那群人的嘴？夫人，您昨晚料的真是一字不差。前院议事厅此刻已经闹翻天了，那房顶都快被管嬷嬷们给掀了。哦，仔细说说，怎么个闹法？那位柳平妻今儿一早特意换了侯爷欣赏的蜀锦，头上插着赤金步摇，端端正正地坐在主母椅上，准备给下人们发月律立威呢。结果他一开脸，瞬间就绿了，里面除了一堆陈年烂账，就只有可怜巴巴的50两碎银。那50两还是我昨日特意留下的呢。光是府里下人的月例，加上后厨的彩办、马房的草料，少说也得1800两现银。他发不出钱，便红着眼眶开始装活菩萨。王嬷嬷是怎么回他的？王嬷嬷当场就啐了回去。不仅如此，王嬷嬷还给他好一顿难看。府里的众人都是指着月钱过活的，哪有人会买他的账？姐姐，这账本是不是算错了？侯府怎么可能1分钱都没有？外头那些下人简直像催命的活阎王！你快去库房支些银子，帮我把他们打发了吧。妹妹这话糊涂了，侯府宫中账面上有多少钱，账本上写得清清楚楚。至于下人催月例，那是你这个当家主母该操心的事，与我一个在偏院隐病的闲人何干？如今侯府有难，你怎能见死不救？妹妹忘性真大，昨日侯爷刚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口啐责我满身铜碎，尸块不堪。我既已退位让贤，那些沾了铜气味的嫁妆，怎配脏了妹妹这清高纯良的手？姐姐这是在赌气。若侯爷知道了，柳夫人，小的可算找到您了。侯爷刚下朝传了话回来，说今晚要设宴款待兵部的几位大人。设宴？府里现在拿什么设宴？侯爷还说了，今日是他出生的日子，事关他的颜面，宴席请您务必办得妥当。半夏，关窗吧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沈归听能这般嚣张，不就是仗着他手里有几个臭钱吗？只要我能弄到钱，侯爷的心就还是我的，这当家主母的位置就还是我的。你去把主院佛堂里供奉的那尊金玉观音给我悄悄抱出来，明天我就偷偷当了换钱，我看沈归听还拿什么压我。可是夫人，那可是太后御赐的镇宅之宝啊！蠢货，闭嘴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等以后侯爷发了财再赎回来就是了。去，来，诸位大人，满饮此杯。侯爷这席面当真是用了心的，这雪狐银鱼乃是满庭芳的招牌。柳夫人年纪轻轻，长家竟如此得力，大人谬赞了，只要侯爷与诸位大人尽兴就好。茵茵天性纯善，最识大体，不像那沈氏，满脑子都是算计。来，不提那扫兴之人，喝！侯爷请。放肆！什么人胆敢硬闯靖远侯府？来人，护院呢？侯爷息怒，您的护院都在外头趴着呢，惊扰诸位大人雅韵了，只
只是咱们做生意的概不赊欠。您今晚这桌顶级席面共计白银860两，请问侯爷，您是银票还是现银？你放肆！本侯的府邸也是你撒野的地方，区区一顿饭钱，本侯还能赖了你的？茵茵，把府里的对牌给他，让他明日自己去账房支银子，滚出去！侯爷怕是误会了，从前我们满庭坊让侯府挂账，甚至每个月按时往府里送顶级食材，认的根本不是您这块破木头，认的是沈归仪沈东家。就在今日下午，沈东家已经派人撤了对侯府的担保。侯爷，您这块破牌子在我们满庭荒连半斤猪肉都换不来。你说什么？侯爷若是拿不出这860两现银，小人也不为难您。明日一早，这账单就会贴在京兆尹的衙门门槛。侯爷府上既有家务处理，我等便不打扰了。是啊，内急还等我回府呢。贱人！侯爷明鉴，是沈归奸，是他故意挖坑害我们啊！这个毒妇！这本侯今日非活劈了你不可！沈归烟，这毒妇，竟敢联合外人在同僚面前折辱我！本侯今日非活劈了你不可！夫人，侯爷要杀我，不过是手起刀落的事，但在劈下来之前，不如先看看这个。你想和离？你想拿走嫁妆全身而退？做梦！本侯告诉你，你生是我陆家的人，死也是我陆家的鬼。你真以为自己手上有几个臭钱就能翻天了？你别忘了，你那嫡亲的弟弟还在翰林院做个7品编修。你今日若是敢踏出这侯府半步，明日我便能让他在建京城身败名裂，一辈子烂在泥里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侯爷在西南待了3年，脑子里除了那个只会吟风弄月的柳茵茵，怕是装不下一点朝堂的动向了。3日前，我弟已经辞去了翰林院闲抄，带着太后娘娘的密旨去燕州做了巡抚。侯爷，燕州刺史可是你的死对头。不可能！吏部的调令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当然不知道，因为这调令是我用京城3条粮道的掌控权换来的。这3年我用嫁妆可不止养了陆家这群白眼狼。侯爷，你现在敢动我一根头发，明日兵部发往西南的军粮就会立刻断供。你猜，要是西南边军因为缺粮哗变，陛下是会砍我这个商户女的头，还是诛你陆征的9族？贵敌，我刚才只是喝多了。你我3年夫妻，我心里是有你的。你把军粮的权柄交给我，我们把满天香的账平了，这后宅还是你说了算，好不好？把你的脏手拿开，滚出我的院子！明日一早把签下的放弃书送过来，否则你就等着贴在京兆尹的传唤吧。金三爷，您行行好，侯爷去上朝了，您宽限半日。哼，宽限？既然靖远侯拿不出钱，就别怪我把账单糊在京兆尹衙门的明明渊谷上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！侯府100年根基，会差你们这几百两碎银子？拿着你的钱，滚出侯府的地界！茵茵，这些银子你从哪里弄来的？侯爷为了国事操劳，婴儿自当为您分忧。这是婴儿变卖了娘家留下的传产，凑的3万两白银。好，有了这3万两，他哪里还需要看沈归珠那个黄脸巫婆的脸球？拿着钱滚！日后满庭坊的门槛，本侯还不屑踏进去。夫人，听说那柳氏不知从哪儿弄来了3万两现银，不仅结了满庭荒的账，还把府里下人的月例全发了。3万两，这钱怎么来的？你当真猜不着？难道他真的把太后御赐的？沈归仪，你这毒妇是不是很失望？你以为断了本侯的银钱，本侯就会像条狗一样跪下来求你？本侯告诉你，这侯府离了你不仅不会塌，反而会越来越兴旺。你想用放弃书全身而退，做梦！怎么没话说了？你那做巡抚的弟弟又能如何？本侯现在手里有钱，你既然不愿做这当家主母，以后就在这偏园里老老实实待着，看着我和茵茵如何恩爱白头。夫人，侯爷他欺人太甚。哭什么？大祸临头的人，总要让他多狂吠几声。主子，查清楚了，今日寅时，柳氏的丫鬟去了地下黑市的万金当铺，把那东西决当了3万两白银。万金当铺的朝房也是个眼尖的，看出底座上有被刻意磨损的内务府印记，不敢擅自发动，立刻传信给了咱们的商号。主子，那尊观音已经被咱们扣下了，要现在送去大内，直接报官抄家吗？不急，陆征和柳茵茵现在有了3万两，正觉得老天都在帮他们呢。人从最高处跌下来，摔得才最粉碎。去给万金伯伯传话，把那3万两银票给柳氏兑成现银，让他好好挥霍。就凭他那个粉户的脑子，这3万两催命钱够着侯府的豺狼虎树啃几天。老东西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来教训我？让你去开库房拿钱，你竟敢推三阻四！柳夫人，
您是被他们给蒙了呀！这银骨炭市价最高不过80文一斤，烈士买3000斤，撑死了也就不到300两，他们报了2800两。住口！侯爷刚立了大功，府里上下的下人跟着吃苦受累，我身为当家主母，多赏赐些怎么了？为了几两碎银子跟下人斤斤计较，平白丢了侯府的脸面。刘夫人仁慈如菩萨下凡。去，拿去办事。以后这账房谁敢再说半个不字，直接发卖了。夫人，您是没看到那场面，王嬷嬷一走，前院的账房简直成了土匪窝。那群刁奴见柳氏是个草包，什么离谱的烂账都敢往上报。哦，都报了些什么？什么修缮花园要5000两，来者逢旧不拒，全给批了现银。短短3天，那3万就快见底了。由着他做，没有雷霆手段也敢冲活菩萨。这侯府的刁奴被我用规矩压了3年，早就饿极了。如今来了只肥羊，不连皮带骨的啃干净，怎么对得起他那句天性纯良？茵茵，快把库房钥匙拿来！兵部尚书告老还乡，如今空出了一个正3品侍郎的肥位。我刚打通了吏部王大人的路子，只要今晚送2万两银子过去，这侍郎的位子就是我的了。侯爷，2万两！只要当上侍郎，我就能狠狠把沈家踩在脚下。我看沈桂英那毒妇还敢不敢拿军粮威胁我？钱呢？钱呢？那可是整整3万两，这才4天，钱去哪儿了？侯爷饶命！好痛！是府里开销太大了啊！要买银骨炭，要修缮假山，还要减轻外头的开销大。你沈桂姨管家的时候，1000两能顶整个侯府1个月的开销，你私花插光了3万两。贱人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贱人！没事，还有办法。3万两没了就没了。本侯的御赐之物呢？啊！是谁这么大胆，敢偷府里的东西？到底是谁？滚出来！贱人，说，神台上的金玉观音呢？那是太后娘娘赏赐的镇宅之宝，你这蠢货把它弄到哪里去了？侯爷饶命！我拿去当铺了。当铺？你怎么敢的？你拿它当了多少钱？3万两。3万两！你这毒妇，蠢猪！你拿陆家9族人的性命，去给你买那些奴才的几具马匹！现在就惩戒了你！现在就惩戒了你！侯爷，伤了我观音也回不来啊！当下最重要的是赶紧赎回来啊，侯爷！赎回来？对，必须马上赎回来。若是被发现，侯府定会全府倾覆。夫人，是侯爷在咱们院门外跪下了。把门打开，让这满府的下人都好好看看，他们那位战无不胜的靖远侯骨头有多软。桂玉，救救为父，救救陆家！侯爷这是折价切身了。你下午不是才说，这侯府离了我照样兴旺吗？怎么半日不见就行此大礼？我发誓，只要你肯出3万两，以后侯府只有你一个女主人。3万两买侯爷命，侯爷也太高看自己了。我的钱沾满了铜臭味，只配用来铺路，不配用来填你们这一对狗男女捅破的坑。沈桂妮，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陆家满门清放吗？你也是陆家的媳妇儿，覆巢之下无还蛋。我要是出事了，你也落不到好。谁说我会跟你一样？我要是出事了，你也落不到好。谁说我会跟你一样？看，这是什么？这当票怎么会在你手里？太后娘娘圣明，自会明察秋毫。你猜太后是会降罪于我，还是赐你重罚？你一早就知道了，你故意看着他去当铺，你故意引我入局。沈桂姨，你好狠的心啊！不及侯爷3年利用的1/1000。半夏，关门。夫人，他走了。去给我弟弟飞鸽传书，再给督察院的御史大夫递个口信，告诉他们明晚子时兵部防务库会有老鼠出没。真正的布局现在才刚刚拉开大幕。快点儿，只要拿够3万两，天亮前去黑市把观音赎回来，再想办法拿别的账目填平。靖远侯当真是勤勉，这3更半夜的，跑到这阴冷的地库里做起苦力来了。
徐大人，王御史，下官是奉命来参验西南防务库银的。参验库银，参验到自己的私人箱子里去了。陆征，休要满口胡言！燕州沈巡抚昨日加急递了密折，参你恐有贪墨之嫌。本官奉皇上口谕，与锦衣卫加集中盘查，不想竟抓你个人赃并获。燕州沈巡抚，沈桂仪那个刚刚升任正二品大员的亲弟弟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沈桂仪在背后将我逼上了这条万劫不复的绝路。徐大人，冤枉啊！是沈桂林那毒妇给我设的局啊！我要见皇上，我是西南平叛的功臣。盗窃军饷3万两，按大魏律据实同谋逆。来人，摘去他的乌纱，带上枷锁，押入诏狱。侯爷怎么还不回来？只要侯爷弄到钱，把观音赎回来，我就还是当家主母，我还是嫔妻。只要侯爷把那金玉观音赎回来，就不会有事。夫人，外头雪停了。雪停了，砍头刀也该落下。锦衣卫奉旨抄家，靖远侯府上下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，违抗者就地格杀。走吧，去前院，去看看咱们这位天性纯良的柳平妻是怎么为主君分忧的。放肆！你们这些瞎了狗眼的阉党鹰犬！我乃陛下亲封的平妻，靖远侯的新家人，你们安敢碰我！我乃陛下亲封的平妻，靖远侯新监上的人。侯爷呢？我要见侯爷！等侯爷回来，定要将你们这群狗奴才说万断！靖远侯，他昨夜斗在军饷，如今正在诏狱里反省呢，还指望他来救你？来人，把这私当御赐之物的贱妇给我捆了！不可能的，我当观音的事情没人知道，侯爷怎么会去拿军饷？不可能的，我当观音的事情没人知道。你当观音的事情确实隐秘，可惜你找错了当铺。你算计我，沈桂浩，你这个毒妇！是你故意给我留个空壳子，逼我去当观音的，对不对？我算计你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是你贪图主母的权柄，爱慕虚荣。我不过是静静的看着你罢了。沈桂兰，你也是靖远侯府的当家主母，你也跑不掉。锦衣卫大人，他才是侯府的正妻，快抓他！沈东家，今夜风雪大，惊扰了。徐大人，您叫他什么？蠢妇！沈东家在查你这毒妇私当御赐之物后，立刻花重金寻回，并连夜呈交长乐宫保全皇家颜面。太后娘娘恩准其带走全数嫁妆。柳妹妹，你不是一直想做这侯府唯一的当家主母吗？现在我如你所愿，把这位置让给你了。这盗窃军饷、满门抄斩的主母福气，你可千万要接稳了。徐大人，陆征押到了。沈桂仪，桂女，瞎了你的狗眼！一个盗窃军饷的死囚，也配碰我们东家的衣裳？为什么？你明明有通天的手段，你明明能保下陆家的，你去求太后收回成命，以后我给你做牛做马报答你啊！做牛做马？陆征，你是不是忘了几日前你是如何居高临下的逼我交出对牌的？你拿着我的嫁妆在官场上装清高充沈面，还嫌弃我满身铜臭。我沈归央者的钱，宁可扔进护城河里听个响，也不会浪费在一个只会吃软饭的废物身上。废物！沈桂姨妈的对，你就是一个没用的软饭男。废物！沈桂姨妈的对，你就是一个没用的软饭男。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结果呢，几百两的饭钱你都付不起。你被债主逼上门的时候，像个缩头乌龟一样，只会打女人。陆征，你不仅是个吃软饭的废物，你还是个没种的孬种！贱人，我杀了你！我的儿子！徐大人，剩下的事便有劳锦衣卫了。沈东家客气，来人，把这对狗男女给我拖去诏狱，即刻贴上封天，查抄靖远侯府，一只茶杯也不准漏下。是。恭迎东家出府。什么人，竟敢挡沈家东家的道？大胆！见了当朝内阁首辅裴大人，
还不跪下！本善，大魏律例：商贾若手持皇商特器，除帝后之外，见任何人皆可不跪。裴阁老若是觉得不妥，大可现在就砍了我的脑袋。只是这刀一旦落下，不仅皇家颜面被您踩在脚底，北境30万大军的肚子，怕是也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沈东家运筹帷幄，真是让本阁老开了眼界。不知沈度娘家可有兴趣，谈一笔能撼动半壁江山的买卖？未央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为了报复陆征，竟敢切断了西南的军粮供应。你可知，一旦西南哗变，这满朝文武都会要了你的命。阁老说笑了，西南常年无战事，饿上几天死不了人。反倒是阁老您正与鞑子死战，却被户部卡了2个月的粮草。阁老今日拦我的车，可是来找我要粮的。你早就知道本阁老会来找你。我这3年虽然困在后宅，但我沈家的探子可是遍布整个大魏，10万担精米，5万斤防寒的棉衣，只要阁老点个头，今夜便可秘密发往北境。条件，沈东家费了这么大周折，总不会是为了做个大善人吧？当然不是，我要大魏盐铁司的3成专营权，还有阁老您手里那块能自由出入9边重镇的黑水令。沈贵阳，你胃口太大了。盐铁乃国之根本，黑水令更是本阁老的底牌。你一介商务女，吞得下吗？吞不吞得下是我的本事，给不给是阁老的诚意。北境军情如火，阁老想想那30万担粮食，这笔买卖，阁老稳赚不赔。好一个沈贵娣，陆征那个有眼无珠的瞎子，竟把一块和氏璧当成了顽石。这条件，本阁老答应了。东家，不好了！城外大粮仓走火了，火势冲天，根本救不下来啊！看来，京城里不想让本阁老拿到这批粮的人，已经先一宿动手了。沈东家，30万只粮草若是烧没了，你我刚才的买卖，可就是一张废纸了。还有，那些放火的死士，可是冲着你那颗绝顶聪明的脑袋去的。阁老放心，我沈归英的粮，阎王爷来了也烧不掉。备马，出城！老大，那娘们居然真敢一个人闯进来！户部的大人有令，损毁粮草，再拿沈归尧的随身信物去领赏。兄弟们，拿下他！看来你想做这大魏的救世主，还得先保住自己的性命。需要本阁老借你几件护身器物吗？阁老的护身器物太金贵，用来对付这些蠢物可惜了。你们户部那个老匹夫，是不是以为一把火烧了我的粮仓，他就能在朝堂上扳倒裴首府，自己一手遮天了？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30万石粮草已经烧成了灰。烧成了灰。这怎么可能？惊不惊喜？兵法有云：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那30万真正的精米和御寒棉衣，早在3日前的夜里，就已经顺着大运河进了裴阁老北境住所的秘密水寨。而你们今晚拼了老命烧掉的，不过是我沈家用来填护城河的烂沙子。中计了！快撤！现在想走，迟了。用一座废仓和一堆黄沙，不仅骗过了满朝文武，顺便还调出了户部尚书素养隐秘人手的铁证。沈贵阳，你这招草船借箭，真是玩得漂亮至极。这天下还有什么是你算不到的？阁老谬赞，我既要阁老手里的黑水令，自然要拿出配得上那块令牌的投名状。首辅大人，半个时辰前，皇上在乾清宫突然吐血昏迷，户部尚书联合京城值守官封锁了9门，他们下了违令，说沈东家意图不轨，已经朝这边过来了。看来，咱们这位户部尚书还想连皇上和阁老一起埋了。
封九门，杀首府。沈东家，敢不敢陪本阁老杀穿这大魏的乱局？王剑，全部拿下！雕虫小技。裴阁老，你武功盖世又如何？我这身后可是整整5000九门屠都的精锐兵马。今日你和这商户女插翅难逃，乖乖束手就擒，我还能留你一具全尸。裴阁老，我的刀是不快，但我沈归一杀人向来不喜欢用刀。怎么，沈东家想用一支火箭射死我们5000人，真是皮肤坏。用废弃的粮仓做诱饵，用黑火做大餐。沈归义，你做商人可太埋没人才了。这天下，本阁老第一次觉得有人能与我并肩。阁老过奖了，做生意嘛，总得防着别人。皇宫被围，九门封锁，大军压境。沈东家，出京城的大路已经被彻底堵死，怎么？你还有备用的退路吗？阁老莫不是忘了，我沈家是做水陆漕运起家的。京城的9道城门是互补的，但京城地下的48条走私水状和暗河，是我沈归一的。半个时辰内，我能让阁老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太后娘娘的寝宫。这笔买卖，阁老敢不敢做？有何不敢？走，随本阁老回京。去扒了那群乱臣贼子的皮！太后娘娘，皇上中的可是西域剧毒千合药，活不过今晚3更了。只要您在这份传位诏书上盖下凤印，老臣保您后半生还能做个体面的太皇太后。乱臣贼子，哀家就是死也绝不会让你得逞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老臣就送您上路。什么人？要你们命的人。王尚书，本阁老还没死，你就急着给自己披麻戴孝了？裴玄，不可能！你们怎么可能进得了皇宫？大魏的城门是封得住，但我沈家在这京城地下挖了100年的私水网，你防得住吗？进来了又怎样？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们俩立刻会被剁成肉泥。禁军统领何在？给本官杀了裴玄和这个妖女！人呢？来人啊！别喊了，王尚书，你许诺给禁军统领事成之后封侯拜相，但我沈归央做生意向来喜欢给现钱。就在刚才，我用200万两银票买下了他全家老小的命。在绝对的财力面前，你那点虚无缥缈的权谋大柄，狗都不吃。就在半炷香前，禁军统领已经亲自打开了偏门，放裴阁老的秀辉卫进来。沈归玉，哀家真该让全天下的男子都来看看，他们看不起的商贾女子是如何翻云覆雨救黄泉于水火的。太后娘娘言重了，皇上驾崩了。皇上死了！九门提督的5万大军此刻就在玄武门。裴玄、沈归燕，今夜你们休想活着走出去！裴玄，皇上已死，禁军溃败，你大势已去，识相的立刻开城门投降，否则城破之时，本都督定要将你和那个商化女千刀万剐，悬尸城头。报，首府大人，九门提督反了，5万叛军正在强攻玄武门，马上就要顶不住了。5万对几千，这是绝对的数量碾压。沈东家，敢不敢跟本阁老去玄武门城楼，再赌一把大的？有何不敢？阁老只管杀人，我来替你诛心。就凭你这几万乌合之众，也配让本阁老投降？有种，你就踏过本阁老的尸体杀进来，
只要我裴玄还有一口气，就他位不下来。好一个骨头硬的首辅大人！放箭，给我把裴玄射成筛子！沈东家怕死吗？我说过，阁老只管杀人，我来替你诛心。城下的将士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我乃大魏皇商当家沈归玉。一个满身铜臭的奸商，也敢在此大放厥言！给我放！这九门提督许诺你们升官发财，可据我沈家的钱庄死记，只收被他克扣了整整半年。你们的将心领了整整半年，值得吗？你们为了他搭上全家老小的性命，值得吗？我沈家有的是钱，今夜谁能砍下九门提督的项上人头，我沈归一赏赤金1万两，良田1000亩。这妖女敢乱我军心，放箭杀了她！兄弟们，提督已死，咱们不造反炉，领赏金啊！沈归阳，你不仅是个疯子，你简直是这天下最可怕的女阎王。阁老过誉。沈东家，陆征和柳氏都在里面，您有什么话尽管说。谁在哪儿？侯爷，好久不见。我来看看你在这诏狱里还能不能吃得下去饭。归言，你终于肯来看我了。侯爷这身患，妾身可担不起。毕竟明日午时3刻，侯爷就要在市集问斩。不，我不想死！龟娘，你一定有办法救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也不能做寡妇啊！寡妇？陆征，太后亲批的放妻书可是记在宗人府的御籍上。我现在是自由之身，你是不是至今都觉得自己落到这步田地，是因为运气不好？我不妨让你走得明白，那3万两饷银是我暗中派人引你去拿的，万金当铺的朝本是我沈家的人，一步步的引导你去偷军饷。你，全是你设的局！我不过是撒了一把饵，是你自己贪得无厌。你以为这3年是你靠着军功撑起了侯府？错。你不过是我养在笼子里的一只宠物。毒妇，你不能好死！从今天起，再没有什么靖远侯夫人，只有大魏皇商沈归玉。太后懿旨到，沈归言接旨。沈东家大喜呀！太后娘娘感念沈东家平叛有功，特封沈归瑶为正一品护国夫人。商户女子奉正一品诰命，不合组织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护国夫人蕙质兰心，品貌端庄。太后特赐婚于端亲王世子，钦此。端亲王世子性情暴虐，已经害了3位正妃。太后哪里是赐婚，这分明是想将我沈家的家产全部吞进入皇家的国库。沈夫人，接旨吧。太后哪里是赐婚，这分明是想将我沈家的家产全部吞进入皇家的国库。沈夫人，接旨吧。这分明是抗旨，即刻全族获罪。接旨，便是去端王府那个险境中受困。裴阁老，你这棵大树，我怕是要提前靠一靠了。臣女领旨谢恩。想吞我沈家的钱，好啊，那就看看你们这大魏的皇权有没有长一张好牙丑。
传我沈家最高家主令，立刻召集京城13家大掌柜，半个时辰内必须到齐。东家，太后这是要尽数侵吞沈家产业呀！端王世子前3位王妃都被他接连折损了，您绝不能嫁呀！我不嫁，沈家今夜就会被安上谋逆的罪名。既然太后想要我的钱，那我就给她。东家不可啊！别慌，我要你们今夜将沈家所有的现银全部化整为零，3成秘密购买裴玄、裴阁老名下的北京军需票号，7成换煞为盐铁司的盐引，全部转移出京。他太后想要一座金山，好，我就留给他一个负债累累的空壳子。沈东家真是好气魄，一夜之间将千万两白银尽数散去，就为了给太后演一出空城计。裴阁老深夜造访，总不会是来偷看我的账本吧？端王世子阁老查得如何了？沈归阳，你这回怕是真的遇到对手了。你以为端亲王世子真的是个心智只有7岁的疯傻废物？我手下的绣春卫暗查了3年，就在今夜才拿到确切的情报。他不仅不傻，而且他还发现那3个王妃其实都是太后派去监视他的死士。那是一个为了活命把装疯卖傻演到了极致的疯郎。沈东家，大婚之日，你要面对的是一个随时会咬断你喉咙的修罗。太后把你赐给他，是想借他的手名正言顺地除掉你。装疯的狗，我嫌脏；但隐忍的狼，我倒是很想亲自会一会。阁老，既然都是入局的狠角色，那咱们就看看明日大婚这府邸的花烛之夜，到底是谁先拿下这局的主动权。来了，那位性情难目测的世子来接亲了。世子爷吉时已到，再不上花轿，太后娘娘安排在送亲队伍里的不速之客，可就要起疑心了。今夜的洞房花烛，好戏开场了。上花轿喽！本叔子要和新娘子一起回家喽！世子爷是个心智未开的孩童，不懂怎么疼人。今夜就由老奴几个亲自送您安歇，明早就说新娘子意外身亡。意外身亡？太后那老妖婆，除了下毒和暗算，是真没有一点新鲜的花样。既然你们赶着去寻前路，那本夫人就成全你们。动手！你没疯，世子爷，你一直在骗太后。本世子不仅没疯，还很清醒地记着，15年前，太后是怎么用1碗汤药送走了我的母妃，又是如何将我囚禁了15年。等等。太后赏的酒怎么能浪费了？裴玄说的没错，你果然是个比我还狠绝的人。说吧，你手里到底攥着什么筹码？太后如今虽然控制了京城9门，伪造了传位诏书，但大魏天下真正能一锤定音的，是兵权和财力。裴阁老的30万大军3日后便能抵达京郊，而我沈家已经将京城所有的现银化整为零，太后现在连1粒米都买不到。你有着大魏皇族最正统的血脉，我沈归义有富可敌国的财力，裴玄有天下无双的兵马。世子爷，这份从龙之功，换你登基后大魏盐铁司30年的专营权，签了它。今夜过后，你便是这大魏的主宰。签了它，今夜过后，你便是这大魏的主宰。成交。沈归阳、裴玄，本世子就陪你们把这大魏彻底掀翻。这些人怎么处置？既然是太后送来的贺礼，咱们做晚辈的怎么能不回礼吗？娘娘神机妙算，算时辰，
端王府那边也该传来沈归宁意外身亡的消息了。哀家容忍那剑伤这几日，不过是忌惮裴玄的秀风味罢了。只要沈归仙一死，哀家倒要看看。报！太后娘娘，端王世子和世子妃来给您谢恩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李嬷嬷他们是死人吗？给皇祖母请安，孙儿带着新玩具来谢恩啦！沈归妖，你竟然没死！太后娘娘这是什么话？娘娘千挑万选赐下的好姻缘，臣妾欢喜还不死呢。世子爷虽然心智如孩童，但力气极大。昨夜可是把娘娘派去的4个嬷嬷伺候得舒舒服服的。你，哀家派去伺候你们的教引嬷嬷呢，他们人去哪儿了？哦，娘娘说李嬷嬷他们。世子爷，快咱们给准祖母准备的回门大礼打开，让皇祖母高兴高兴。好嘞，皇祖母看大礼。沈归燕，你竟敢杀害内务府嬷嬷，你这是谋逆！来人，把这个妖女给我拿下，就地正法！慢着，这4个刁奴，昨夜竟然企图用剧毒刺杀端王世子，臣妾为了保护皇家血脉，迫不得已才将其正法。娘娘如今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臣妾，难道说这4个刁奴是受了娘娘您的指使？你血口喷人！你这奸商，哀家要杀了你，要抄了你的家产！抄家？娘娘怕是还不知道吧？我昨夜已经所有的现银全部捐给了北境军，还有裴阁老的30万大军，此刻距离京城不到20里。真不景气。走吧，世子爷，现在该去迎咱们的裴首府入京了。沈东家，本阁老来迟了些，没让你受惊吧？阁老来的刚刚好。哀家是太后，是这大魏的主子。裴玄，你带兵逼宫，就不怕被天下人唾骂遗臭万年吗？还有你这奸商，哀家早就该在大婚前将你凌迟。太后娘娘，您怕是还没搞清楚状况。裴阁老是奉了皇室正统，端亲王世子之命入京平叛的。就凭这个连屎尿都分不清的傻子，他是个什么正统？哀家手里有先帝的遗诏。是吗，皇祖母？你没疯，你这15年全是在装疯。孙儿若若风能活到亲眼看着皇祖母摔进泥潭里。太后娘娘，您的时代结束了。从今往后，这大魏的国库我沈归梯说了算，大魏的兵马裴阁老说了算，这大魏的龙椅李勋坐，而您去冷宫里慢慢烂掉吧。把太后拖下去，打入冷宫。裴阁老，沈东家，从今往后，大魏江山有劳复仇的终结，更是属于我们的新纪元的开端。沈归仪，这天下棋局，你我共执黑白，如何？那便劳烦裴首府护我沈家商旗，插遍这大魏的9州4海。